烈火吞噬整片摄影棚的瞬间，杨一墨终于看清了人性最恶毒的模样。冲天火光灼烧着他的皮肤，剧痛席卷全身，精致的容貌在烈焰中一点点溃烂。不远处，她视作至亲闺蜜的陈燕妮正挽着她未婚夫刘皓月的手臂，冷漠地看着他被火海围困，眼底没有半分怜悯，只剩得逞的阴狠笑意。一墨，别怪我们，你的资源，你的名气，你的家世，甚至你的未婚夫，早就该是我的了。陈燕妮的声音隔着噼啪的火声传来，尖锐又冰冷。你太耀眼，挡了我所有的路。刘皓月站在一旁，曾经温柔缱绻的眼神彻底冰冷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他为了攀附更高的资本，为了甩掉所谓强势的未婚妻，默许了这场蓄意已久的谋杀。比火海更痛的是彻骨的背叛。此时的杨一墨是娱乐圈万众瞩目的双料影后，家世优渥，前途无量。可她倾尽真心对待的闺蜜，处心积虑算计她的爱人，联手设下死局，不只要毁了她的容貌，断送她的演艺生涯，更要彻底碾碎她的人生。这场意外从来都不是意外。大火之前，杨家产业遭人恶意做空，股市崩盘，合作商集体解约，偌大的杨氏集团一夜之间大厦将倾。中后半生的父亲不堪重压，跳楼身亡，含恨而终。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，正是陈燕妮、刘皓月联手暗中资本势力的阴谋。家破人亡，容貌尽毁，身陷火海。烈火灼烧灵魂的最后一刻，杨一墨用尽所有力气，在心底刻下滔天恨意。若有来生，他定要让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，尝遍他所受的所有苦楚。剧烈的疼痛骤然消散，黑暗褪去，刺眼的白光涌入眼帘。杨一墨猛地睁眼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浑身冷汗淋漓。他下意识抬手抚向自己的脸颊，肌肤光滑细腻，没有灼伤的疤痕，没有溃烂的创口，完好如初。他茫然环顾四周，熟悉的化妆间，镜子里是尚且青涩明媚动人的自己。桌上的日历清晰地标注着日期，距离那场毁容大火家破人亡的悲剧还有整整1年。他重生了，重生在了所有悲剧尚未发生，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的时候。一墨，你醒了，马上轮到你拍戏了，赶紧准备一下。温柔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陈燕妮端着一杯热水走进来，笑容乖巧无害，眼底纯良无害，依旧是那副最值得信任的闺蜜模样。前世就是这副温柔假面骗了她整整10年。她掏心掏肺，把最好的资源分给陈燕妮，手把手教她演戏，为她铺路搭桥，将一无所有的她带进娱乐圈，捧到2线小花的位置。可到头来，换来的却是背叛与谋杀。看着眼前虚伪的面孔，杨一墨眼底最后一丝温情彻底熄灭，只剩冰冷的漠然。前世的他心软于善，识人不清，落得家破人亡，尸骨无存的下场。这一世，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放那儿吧。杨一墨语气平淡，疏离冷淡，没有了往日的亲昵。陈燕妮微微一怔，察觉出他的异样，却只当他是拍戏疲惫，并未多想，依旧故作关切地开口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对了，这部剧的编剧是顾南城，金牌编剧呢。多少人挤破头都想上他的戏，你可得好好把握。投资方张总跟我熟，我已经帮你打好招呼了，肯定能顺利杀青。又是这番假意提携的说辞，
杨一墨心底冷笑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前世就是这一次，陈燕妮假意帮他对接投资方，实则暗中勾结张斌，故意改戏埋坑，还暗中散播他耍大牌的谣言，败坏他的口碑。之后更是设计调换戏份，抢走他的女主资源，一步步将他推入深渊。而陈燕妮口中的金牌编剧顾南城，是娱乐圈最神秘的存在。他笔下剧本部爆火，捧红无数顶流，却从不露面，不参加宣传，低调至极。无人知晓，这位风华绝代、才华盖世的编剧，真实身份是顶级豪门顾家的掌权大少，手握资本与娱乐圈的半壁江山。前世身陷绝境的他，从未有幸见过顾南城，可这一世，他清楚知晓，顾南城性情公正，厌恶虚伪算计，是唯一能制衡资本、碾压群小的靠山。想要护住家人，守住家业，碾压所有仇人，顾南城是他唯一的捷径，也是他唯一的底气。多谢好意，不用了。杨一墨淡淡回绝，眼神锐利清冷，我的戏我自己会把握，不需要别人帮忙。陈燕妮脸上的笑容僵硬一瞬，心里隐隐有些不悦，却依旧维持着温柔闺蜜的模样，转身离开，暗自盘算着后续的算计。待她走后，杨一墨立刻收敛心绪，快速梳理当下的局势。此时父亲的公司刚刚遭遇第一轮恶意狙击，隐患尚浅，只要及时布局，就能彻底化解危机，保住杨家基业。而他和刘皓月的婚约尚且存续，一切阴谋都还处于蛰伏阶段。这一世，他不仅要复仇，还要护家人周全，登顶真正的巅峰。片场开拍，原定女主是凭借清纯人设圈粉的陈燕妮。开拍后，陈燕妮刻意拿捏人设，演技空洞僵硬，情绪戏全程掉线，哭戏只会干挤眼泪，完全撑不起剧本的层次感。导演屡次喊停，脸色愈发难看，片场工作人员窃窃私语，不满情绪蔓延。整部剧是顾南城的精品剧本，质感绝佳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女主戏如果撑不起来，整部剧都会被拖垮。陈燕妮又一次演崩对手戏后，导演彻底忍无可忍，当场发火，咔，停，演技太差，完全接不住剧本的节奏，这场戏重拍，再出错直接换人。陈燕妮又羞又恼，脸颊涨得通红，心底又慌又恨。她之所以能拿到这个女主资源，全靠投资方张斌的力捧，本身演技平平，根本扛不起大女主剧本。慌乱之下，她转头看向一旁客串配角的杨一墨，眼底闪过一丝阴毒。她故意走到杨一墨身边，装作委屈无助的模样，低声挑拨：一墨，我好像真的不行，要不这场戏你来试试吧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他笃定杨一墨心性单纯，只会谦让推脱，既能卖个人情，又能保全自己的面子。可重生后的杨一墨早已没了往日的心软和善。好啊，杨一墨坦然应下，语气平静，却自带气场。既然你演不好，别浪费大家时间，我来。陈燕妮瞬间愣住，完全没料到他会如此干脆答应，一时手足无措。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杨一墨身上，所有人都知道杨一墨天赋出众，演技扎实，只是以往太过佛系，从不争抢资源，甘愿给陈燕妮做配。换装、走位、就位，镜头对准杨一墨的那一刻，他仿佛瞬间换了一个人，褪去青涩平淡，眉眼间裹挟着角色的破碎与坚韧，一抬眼一蹙眉皆是戏。
没有刻意煽情，没有生硬挤泪，仅靠一个眼神，就将角色的隐忍、不甘与倔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一条过，全场寂静2秒后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导演激动地连连点头，完美，这才是我要的女主质感。躲在监控屏后暗中审片的顾南城，指尖微微一顿，漆黑的眼眸牢牢锁住屏幕里的杨一墨，眼底掠过一丝罕见的波澜。他执笔多年，阅演员无数，极少有人能精准吃透他剧本里的人物内核。眼前这个女孩，演技通透，灵气逼人，眼神干净又有力量，远超圈内一众流量小花。查一下她的资料，顾南城薄唇轻启，声音低沉清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。身旁助理立刻应声，是，顾总。他叫杨一墨，新生代演员，口碑极佳，演技扎实，只是向来低调不争。顾南城微微颔首，目光始终停留在片场那个身姿挺拔的女孩身上，心底已然有了定论。片场这边，陈燕妮彻底慌了。杨一墨的演技碾压式胜出，高下立判，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死死攥紧拳头，嫉妒与怨恨疯狂翻涌，绝对不能让杨一妮抢走自己的女主之位。情急之下，他立刻联系投资方张斌，哭诉委屈，怂恿对方施压剧组，撤资威胁。张斌本就偏爱陈燕妮，又看中她乖巧听话，易于掌控，当即怒火上头，直接官宣撤资，放话除非剧组换回陈燕妮做女主，否则绝不注资。剧组瞬间陷入绝境，资金断裂，随时面临停拍、夭折的风险。导演左右为难，一边是绝佳的演员质感，一边是卡脖子的投资方，进退两难。陈燕妮站在一旁，暗自得意，笃定这次能逼退杨一墨，保住自己的资源。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之际，杨一墨缓缓站了出来，声音清亮坚定，不用为难，投资方撤资，我来投。全场哗然，没人想到一个年轻演员竟然敢独自承接整部剧的投资，这份魄力绝非寻常人所有。只有杨一墨自己清楚，他不是冲动逞强，前世经历过家破人亡的绝境，他早已摸清未来几年的影视风口，这部剧日后会成为年度爆款，回报率极高。这笔投资既是破局，也是自救。他果断注资接手项目，顺势拿下正式女主席位，名正言顺。陈燕妮脸色惨白，彻底傻眼，所有算计尽数落空，还落得个演技拉胯，拖累剧组的坏名声，口碑彻底崩塌。风波落幕，剧组恢复拍摄，杨一墨状态绝佳，每场戏都精准落地，演技层层递进，不断带给剧组惊喜。休息间隙，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缓缓走来，男人身着极简黑色西装，气质清冷金贵，眉眼深邃疏离，周身自带强大气场，自带生人勿近的距离感。正是金牌编剧顾家掌权人顾南城。这是杨一墨重生后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大佬，比传闻中更俊美，更清冷，也更让人敬畏。你的戏很好。顾南城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声音低沉磁性，语气带着难得的认可。杨一墨抬眸对视，不卑不亢，从容浅笑，多谢顾编剧认可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不辜负剧本。看着他眼底的坦荡、坚韧与灵气，没有半分刻意攀附、谄媚讨好的姿态，顾南城心底的好感更盛。他见惯了娱乐圈的趋炎附势、虚伪算计，
杨一墨的干净通透，格外难得。后续剧本细节，我亲自跟你对接。顾南城淡淡开口，直接定下专属待遇，一句话，直接将杨一墨的待遇拉满。全剧组所有人都清楚，能让顾南城亲自对接剧本，是娱乐圈顶流都难求的殊荣。不远处的陈燕妮看着两人交谈的画面，嫉妒的双目发红，心底的恨意愈发浓烈。她绝不允许杨一墨一路崛起，压过自己。自从顾南城亲自对接杨一墨的消息传开，整个剧组的风向彻底转变。所有人都看得出，杨一墨即将爆火，前途不可限量，纷纷主动示好。陈燕妮彻底沦为边缘人物，戏份被大幅删减，人设崩塌，口碑暴跌。昔日围绕在她身边的人脉尽数散去，落差感让她几近疯狂。她不甘心就此落败，立刻转头找到未婚夫刘皓月，撒娇哭诉，不断挑拨离间，歪曲事实。皓月，杨一墨太过分了，他故意抢我的女主，还到处散播我的坏话，故意打压我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刘皓月本就自私功利，看重名利地位，此前他一直靠着杨一墨的家世资源借力上位，如今见杨一墨势头正盛，又搭上了顾南城这条顶级人脉，心底虽有忌惮，却依旧偏宠柔弱乖巧的陈燕妮。他下意识偏袒陈燕妮，转头就找到杨一墨，语气带着指责与不满。一墨，燕妮性格单纯善良，你何必处处针对她？都是朋友，互相谦让不好吗？赶紧把资源还给她。看着眼前这个前世亲手葬送自己人生的未婚夫，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言辞，杨一墨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前世的他就是被他这副温柔正直的假面蒙蔽，以为觅得良人，倾尽所有信任，最终却换来最彻底的背叛。谦让。杨一墨抬眸，眼底寒意彻骨。他演技撑不起角色，投资方因他撤资，拖累整个剧组，我接手盘活全局，凭什么让？刘皓月，你眼瞎心盲，分不清是非对错，就别在这里指手画脚。直白冰冷的斥责让刘皓月瞬间愣住。往日温顺听话，对他言听计从的杨一墨变得凌厉强势，寸步不让。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刘皓月皱眉，语气不悦。我一直如此，只是你从前从未看清。杨一墨语气淡漠，没有丝毫留恋。从今天起，你我婚约作废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干脆利落，斩断所有牵绊。刘皓月彻底慌了，他从未想过一向深爱自己的杨一墨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。失去杨家的助力，他的事业必然受阻，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。他立刻放软姿态，试图挽回。一墨，我错了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别闹脾气，婚约岂能儿戏？我从不开玩笑。杨一墨眼神冰冷，态度决绝，即日起解除婚约，再无瓜葛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不留一丝余地。前世的情根深重，万般眷恋，早已在烈火与家破人亡的痛苦中燃尽，只剩冰冷的恨意与决绝。刘皓月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心底又气又慌，转头就迁怒于陈燕妮，第一次对他生出不满。另一边，陈燕妮见挑拨不成，反而逼得二人彻底解绑，心底又慌又恨，依旧不肯罢休。他暗中联系业内黑公关，花费重金，准备捏造黑料，抹黑杨一墨，试图毁掉他的口碑与事业。一夜之间，网上黑料漫天飞舞，造谣杨一墨耍大牌，抢资源，忘恩负义，不择手段上位，
各种恶意剪辑的片段，虚假爆料层出不穷，黑粉带节奏刷屏，舆论瞬间发酵。一时间，杨一墨深陷舆论危机，口碑面临崩塌风险。陈燕妮躲在幕后，暗自窃喜，笃定这次能彻底打垮杨一墨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如今的杨一墨早已不是前世那个任人拿捏、不懂反击的软柿子。面对漫天黑料，杨一墨冷静至极，没有慌乱辩解，而是连夜收集所有证据，陈燕妮演技翻车的原片，勾结投资方撤资的聊天记录，买水军抹黑自己的转账凭证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次日清晨，杨一墨一次性放出所有证据，正面硬刚所有谣言，真相大白，舆论彻底反转。网友瞬间哗然，纷纷怒斥陈燕妮虚伪恶毒，颠倒黑白，忘恩负义。原来一直善良乖巧的是假象，不择手段恶意陷害的人才是他。而杨一墨全程坦荡从容，实力过硬，被陷害却不卑不亢，瞬间圈粉无数，路人缘暴涨。陈燕妮的假面彻底被撕碎，全网口碑崩盘，被骂上热搜，彻底沦为全网笑柄。刘皓月看清所有真相后，终于知晓自己一直被蒙骗。看着面目丑陋、心机深沉的陈燕妮，心底厌恶至极，当场与其决裂，斩断所有联系。一夜之间，陈燕妮名利尽失，爱人远离，口碑崩塌，彻底自食恶果。而经此一役，杨一墨逆风翻盘，热度暴涨，新剧未播先火，稳居热度榜首，稳稳踏入顶流行列。全程默默关注事态的顾南城，看着女孩冷静果断，步步为营，精准反击的模样，眼底的欣赏愈发浓厚。他不仅有绝佳的演技天赋，更有远超同龄人的沉稳、清醒与韧性，难得又珍贵。他主动出面，动用顾家资本，彻底肃清网上残余的恶意谣言，封禁所有带节奏的黑粉账号，为杨一墨扫清所有障碍，默默为他保驾护航。这份无声的偏爱与维护，让杨一墨心底微动。他清楚，顾南城的出手不只是爱惜人才，更是对他的特殊偏袒。顾南城的特殊对待，明眼人都能看出端倪。圈内流言四起，纷纷猜测杨一墨攀上了顾家大佬，二人关系匪浅。对此，杨一墨始终保持距离，专注拍戏，打磨演技，同时暗中布局，助力父亲稳住公司局势，化解一次次恶意商业狙击，步步为营，稳固杨家基业。可他越是冷静优秀，低调沉稳，顾南城越是心动偏爱。向来清冷寡淡、不近女色的顾家大少，唯独对杨一墨格外上心，事事迁就。剧组拍摄期间，总有不长眼的投资商、圈内大佬想借着拍戏的名义骚扰杨一墨，试图让他应酬陪酒，换取资源。前世，这些隐形规则、资本算计，一步步困住他，让他寸步难行。这一世，每当有人刻意刁难、蓄意骚扰，顾南城总会第一时间出现，强势护在他身前，气场凛冽，碾压所有不安分的资本势力。某次酒局，投资方借着谈合作的名义，强行挽留杨一墨，言语轻浮，举止冒犯。不等杨一墨开口拒绝，顾南城推门而入，周身寒气逼人，眼神冷得让人胆寒。他将杨一墨护在身后，薄唇吐出冰冷字句：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一句话震慑全场，在场所有人瞬间噤声，无人再敢放肆。众人这才彻底认清，杨一墨
绝非简单的新晋顶流，而是顾南城放在心尖上誓死守护的人，谁也招惹不起。事后，杨一墨看着眼前气场强大、自带霸道气场的男人，忍不住轻笑。顾编剧，你刚才太霸道了，我该叫你顾编剧还是顾总裁？顾南城低头看向他，眼底的寒意尽数褪去，只剩温柔缱绻的笑意，语气带着几分纵容，随你喜欢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都只为你撑腰。直白又深情的告白，温柔戳中人心。杨一墨心头一颤，重生以来一直紧绷的神经第一次彻底放松下来。前世孤身一人，绝境无缘，这一世竟有人为他遮风挡雨，护他周全。二人的关系在一次次相处与守护中悄然升温，暧昧渐浓，情愫暗生。可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新的危机悄然降临。顾家家大业大，内部派系纷争不断，权力斗争激烈。顾南城身为顾家掌权大少，手握核心权力，早已被家族旁支视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顾家二房一直觊觎继承权，暗中积蓄势力，处处针对顾南城，伺机夺权。得知顾南城对杨一墨格外偏爱，用情至深后，二房立刻将杨一墨视作突破口，想要拿捏他的把柄，以此牵制威胁顾南城。一时间，杨一墨被卷入顾家内部的权力风波之中。顾家二房暗中出手，处处刁难杨一墨，散播谣言抹黑他，试图败坏他的名声，逼迫顾南城为了家族利益放弃他，甚至设计圈套，想要捏造黑料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拖累顾南城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家族纷争与恶意针对，杨一墨没有慌乱退缩。历经一世绝境重生，他早已练就坚韧心性，无惧任何风雨算计。他一边冷静应对所有陷害与刁难，见招拆招，一一化解危机，一边默默陪伴顾南城，安抚他的情绪，陪他应对家族内斗。他不再是需要被人保护的弱小影后，而是能与他并肩而立，共度难关的底气。顾南城看着他的勇敢、清醒与坚韧，心底爱意愈发深沉。在无数次并肩对抗风雨的过程中，两人彻底确认心意，深情相守，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风波层层叠加，所有阴谋与算计终将在真相面前无所遁形。陈燕妮彻底落魄后，依旧不死心，联合顾家二房残余势力，试图做最后反扑，想要再次陷害杨一墨，翻盘逆袭。他不惜曝光自己所有黑料，鱼死网破，肆意造谣，抹黑杨一墨与顾南城的关系。刘皓月看清所有人性真相后，彻底醒悟，心生愧疚。他自知罪孽深重，不该识人不清，偏袒恶人，伤害真心待自己的杨一墨。为弥补过错，他主动收集陈燕妮所有恶意陷害、买凶抹黑、勾结外人作恶的证据，全部交给杨一墨。铁证如山，再无辩驳余地。与此同时，顾南城雷霆出手，彻底清算顾家内部作乱的派系，强势平定家族内斗，肃清所有心怀不轨的旁支势力，彻底稳固自己的掌权地位，解决所有后顾之忧。针对杨一墨的所有阴谋诡计被一一彻底揭穿，陈燕妮所有恶行曝光于人前，恶意陷害、忘恩负义、造谣抹黑、勾结外敌，桩桩件件令人发指。他彻底被娱乐圈封杀，身败名裂，无人同情，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与恶毒付出了惨痛代价，彻底消失在大众视野之中。曾经背叛、算计杨家的商业对手，
也被杨义墨与顾南城联手击溃。恶意做空，狙击企业的阴谋彻底败露，悉数破产追责，杨家基业彻底稳固，重回巅峰。父亲躲过前世的悲剧，平安顺遂，家业兴旺，一家人安稳幸福。所有仇人尽数伏法，所有危机彻底化解，所有遗憾全部弥补。杨义墨主演的剧集顺利播出，凭借绝佳质感、精彩剧情与封神演技，爆火全网，斩获年度收视冠军，横扫各大奖项。他顺势登顶娱乐圈顶级影后宝座，资源无数，口碑绝佳，真正站上了行业巅峰。浴火重生，逆风翻盘，他亲手改写了自己的悲惨命运，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模样。星光璀璨，岁月温柔。颁奖典礼落幕的夜晚，星光漫天，晚风温柔。后台走廊里，四下静谧无人。顾南城静静伫立，目光温柔缱绻，牢牢锁住眼前光芒万丈的女孩。他一步步走上前，轻轻将她拥入怀中，语气深情而郑重。恭喜我的影后，登顶巅峰。杨义墨靠在他温暖的怀抱里，卸下所有锋芒与防备，眼底满是温柔笑意。前世火海绝望，家破人亡，孤苦无依。今生浴火重生，报仇雪恨，守护家人，得遇良人，岁岁安稳。所有苦难皆成过往，所有黑暗尽数消散。他抬手抱住她的腰，轻声浅笑，多谢顾大编剧，一路相伴，不离不弃，往后余生你别想跑。顾南城低头，温柔吻上她的眉眼，声音低沉温柔，满是笃定。此生为你，绝不放手。烟火人间，岁岁年年。曾经深陷深渊，满身伤痕的女孩，终被爱意治愈，携真心良人，负余生繁花，圆满一生。